你跟朋友聊天、听播客、看视频，是不是总有几个词不认识，卡住了？对，就是卡在词汇量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：怎么才能轻松记住3000个核心中文词汇？欢迎来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思维，我是小韩。有朋友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是3000个词呢？因为最常使用的3000个词已经能包含日常生活90%的内容了。你学会了这3000个核心词汇，平常聊天、看电影、听新闻，基本就没问题了。剩下的生词你猜一猜就懂了。好，我们直接说重点你想多学点词，但是总觉得太难了。首先，你背了很多词，记不住，或者记住了也不会用。很多朋友跟我说，我背了很多词，可是说话的时候一个也想不起来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候呢？非常常见，对吧？还有一种情况，一开始你特别有动力，每天背50个词，没过几天你就累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甚至有人说，算了，中文太难了，不学了。说实话，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。我以前学英语也是这样，一开始拿一本单词书，从 A 开始背，一个英文单词对应一个中文意思，每天都背很多，背几十个。结果呢，根本没用，记不住。不过别担心，现在其实有更好的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我们要按大脑自己的方式来学东西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死记硬背，天天背许多词，而是让你学会像母语者一样去思考。你可以不用想，不用翻译，直接说出来，很自然。好，我们先来说说，为什么那些老办法都没用呢？在回答之前，我想先问问你，你能记起来3天前你晚饭吃了什么吗？能想起来吗？很难，对吧？说实话，我自己昨天中午吃了什么也想不起来。可能你会说，是不是我记性不好？我以前也这么想，但是呢，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我记忆力差，是因为人的大脑不是这样用的，它不是电脑。你周末要去超市买东西，你在家里列了一个购物清单，这个清单上有很多东西，你的大脑记不住它们，大脑会觉得这太无聊了，我不记。你看，很明显的一件事儿，大脑很难记住没有关系的事情，它会自动扔掉一些信息。所以如果你对着一个很长的词汇表一直背一直背，效果呢不会很好。这就像一个人背购物清单，真的很难背下来，对不对？总是会忘记。所以说
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。考虑到这个词组啊，很好用，意思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啊，多想一下。你要去公园野餐，要考虑到天气好不好，会不会下雨。如果你一直用老方法学中文，一个中文词语对一个你母语里的意思，那你啊肯定会发现自己每次想说话，脑子里啊都在不停的翻译，先想一下母语怎么说，再去找中文，对吧？结果呢，你反应啊就慢了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简单来说，你可以把我们的大脑想成一个很大的停车场。对，一个停车场里面啊有很多很多车位，每一个东西啊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平时说英语，你现在坐在椅子上，当你看到椅子的时候，你脑子里第一个出来的词一定是英语的 chair， 对吧？你看啊，这个 chair 已经像一辆车一样停在那个位置上了，停了很多很多年了。那问题来了，学中文难就难在这里，因为啊，你以前一直用母语记这些词，所以啊，你的大脑停车场里早就被占满了。然后，当你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啊，像纸啊、笔啊、书啊、桌子啊，这些生活里最常用的东西，你都要再学一遍，对吧？麻烦的是，你想把椅子这个中文词放进去，你发现啊，根本放不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位置不够啊。就像一个车位，你想啊，已经停了一辆车了，你还想再停一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对，就撞在一起了。那结果会怎么样呢？这时候啊，你就容易卡住，你没办法直接说出中文，你只能先想英文，再翻译成中文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一说话就慢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啊，是有办法的。我们不去抢那个位置，不去抢那些已经被占了的位置，不跟他们挤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在你的大脑里找块空地，再建一个新停车场。对，换个地方停中文的车。这样啊，你就不用跟你的母语抢位置了。你用中文的时候，不用在脑子里先翻译，而是直接用中文去想。如果你想真正记住3000个核心词汇，有一个方法很管用，就是拆分词语，把一个词拆开来，拆成几个部分。大家都知道原子吧，就是组成东西的最小最小的小块。其实啊，一个词语也可以拆成一个个的小块，就像很多小原子。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词举例子啊，自行车，你肯定知道，对吧？那你想过它为什么叫自行车吗？
我想你肯定见过很多传统的词汇卡片上，一面写着 bicycle， 另一面呢写着自行车。如果你只是记自行车3个汉字，那它和英文的 bicycle 在你脑子里其实是分开的，就像2个不认识的陌生人，他们之间呢实际上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吧？你很难真正记住它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换一种思路。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可以把它拆开来看，看看里面的原子是什么。自是什么意思呢？自己，没错。行呢，就是走、移动的意思。车呢，大家都知道车是交通工具，大街上都是小汽车。你看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自行车的意思就是自己会走、会移动的车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清楚好记了，对吧？当你用这种方法把词拆开，你其实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你其实是在理解中文的词是怎么来的。你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，你看懂了这个结构，学语言就会轻松很多。这种拆开来看的方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造词了。你可以自己组合，就像拼乐高。我们还是拿刚才那个字来说，你知道字就是自己的意思。那有字这个汉字的词有哪些呢？来，我们来看几个。第一个，自动。自动，动就是活动。那自动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在动，不需要你用力。比如说你去商场，你走过去，门自己就开了，这就是自动门。还有什么呢？你家里的自动洗衣机，你按一下，它自己洗，很方便，是不是？好，再看一个，自助。助是帮助，那自助就是自己帮助自己。比如你去超市，你自己扫码，自己付钱，没有服务员帮你，这就叫自助结账。我们再加一个字，餐。餐就是吃饭。那自助餐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用点菜，你自己去拿吃的，想吃什么自己拿，想吃多少就拿多少。这种自己帮自己吃饭的方式就叫自助餐。最后再来一个，自信。信是相信，那自信就是你相信你自己，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事情做好，这就是自信。说了这么多你现在就可以试一试，找几个你认识的中文词，把它拆开来看一看，想一想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它是怎么来的？
不要去看翻译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。中文里其实有很多这种很好用的万能小原子，比如机，意思是机器，会飞的机器就是飞机，能洗衣服的机器就是洗衣机，你拿在手里的机器就是手机，可以照相的机器就是相机。你看是不是很简单？中文母语者其实就是这样做的。我们用汉字一个一个的小原子，自己拼出一个一个词来，这就是母语者的思维方式。所以你学中文的时候，不要一直想这个词正确的翻译是什么，你可以试着像母语者一样去造词。比如你知道电，对吧？电加说话就是电话，电加大脑就是电脑，电加梯子就是电梯。这样记你的词汇量一下子就变大了，而且还不容易忘。当你明白了造词的规律，你记词汇就不用翻译，不会那么累了，反而会觉得中文还挺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。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很简单，直接用中文来背词，不用翻译。你拆开一个中文词，找里面的部件，也就是重要的原子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给这个方法起了个名字，就叫原子记忆法。为什么原子记忆法很有用呢？第一，更好记，不用翻译。你不用一直翻译就可以理解中文。第二，效率更高，你的学习速度会比以前快很多，不是一个一个的记词，而是一下子记住许多词。你学会了拆词，就学会了看词的组成。所以说熟悉最基本的小原子非常重要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小任务给你，你可以在评论区写一写你最喜欢的中文小原子，大家一起来看看中文里的词是怎么造出来的。你会发现真的还挺神奇的。说白了，像母语者一样思考，你才能不用翻译，不用想，直接开口说话。对了，之前有朋友问我，老实说和说白了这两个短语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两个词我们现在也可以拆成原子来看。先拆一下老实说，分成老实和说。老实是人的一种态度，很真诚的态度。老实说就是很真诚的说我的主观想法。举个例子老实说，我觉得原子记忆法真的很好用。老实说，这部电影真烂。那说白了呢？分成说和白。白，坦白，坦白一个事实，说清楚一个事实。说白了，就是我把话讲得更直接，说清楚一个客观事实。举个例子，说白了，原子记忆法就是用母语者的方法来记词汇。
说白了，这部电影烂，是因为演员演得不好。你清楚两个的区别了吗？一个是我自己的态度，一个呢是客观的事实。好了，最后希望你今天过得开心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给我点个赞，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如果你想跟着我学更多中文，别忘了关注我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